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夏晶晶。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话题是无数家庭茶余饭后的叹息，是体检报告上最刺眼的提醒：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个呢，就是我们常说的三高。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看到这个箭头向上的数字，心里边一紧，立刻呢下定决心要改变。于是这个清汤寡水的吃着，大把大把的药片呢按时的咽下。每天呢雷打不动的去散步，可是这个3个月、半年甚至1-2年过去了，再一查，那几个数字呢就像钉在了高处，倔强的不肯下来，或者像春天的风筝，忽高忽低，总是拽不踏实，心里头那份疑惑和沮丧越来越重。药好像吃了跟没吃差不多，苦呢好像也都白受了，忍不住要问，我到底哪里没做对这病是不是就扎根了，好不了了？往后的日子难道真的就这样与药瓶为伴了吗？再也不敢畅快的生活了吗？更让人想不通的是，有些朋友医嘱听得真真切切，药吃的比饭还准时，可血压计的刻度、血糖仪的数值依然稳稳地停在让人担忧的位置。这到底藏着怎样我们不为所知的秘密呢？是我们的身体在消极怠工，还是我们努力的劲儿使错了方向？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一位特别的专家，他从中医的整体智慧中为我们解读身体的密码。让我们欢迎尹真医生。尹真医生你好。你好，主持人。在尹医生这个多年的诊室里面他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很多呢这个三高控制不理想的朋友背后呢往往站着几个被我们完全忽略甚至误解的隐形人。这些隐形人呢就藏在我们这个一日三餐里面，躲在我们这个起伏的情绪里面，混在我们自以为健康的习惯里。他不说话，却用一双双无形的手悄悄地抵消防御的效果，拖住我们走向健康的脚步，让我们的汗水白白流淌。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尹医生的指引，像探寻宝藏图一样，一层一层拨开迷雾，把这些躲在暗处的元凶一个一个请到光明处。我们不会讲复杂的技法，只聚焦于那些让我们能听得懂，能改变生活细节和思维死角。尹医生呢，会用最贴近生活的语言，为我们揭开身体内部的那套古老的平衡法则。这节呢，也能解开您心里的那个死结的线头，就藏在接下来的对话里面。首先让我们从一个最熟悉也最容易迷路的领域开始，它呢就是我们每天都在进行的吃饭。您以为的这个清淡的饮食真的帮到身体了吗？咱们这个老百姓常说的一定要控制三高，这第一个念头呢就是要吃的清淡点。咱们这个很多观众朋友嘛，这个叔叔阿姨马上进入到这个苦行僧的这个模式当中了。平时呢咱们就白粥咸菜不见油腥，肉呢更是敬而远之。但您说这些清淡可能呢是一个美丽的误会，我们该怎么理解呢？就是难道说让我们叔叔阿姨追求这个清淡是对的吗？尹医生。这个问题呢其实问到本质上了，也称之为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清淡这个方向呢，本质上来讲是指南针指向的南方绝对的没错。然而呢，我们养生这个大厦的根本，往往问题在于是很多人把清淡这个词理解的太过狭窄，甚至走偏了，执行成了一味就特殊的寡淡和食物的单调。这在中医学中来看，恰恰可能导致身体阴阳的一个失衡和气血化生的不足。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讲我们有位李阿姨，高血压伴有高血脂，她对自己呢是特别的狠每天呢非常规律，清晨一碗白粥配几根小酱菜或者小咸菜，以及半块豆腐乳。中午的时候呢是水煮的青菜，搭配一碗小碗的白米饭肉腥都很少。她觉得自己已经清心寡欲到了极致。可是半年后复查，我们的血脂里的油不但没有减少血糖也悄悄的升了起来，到了临界值。她特别委屈的说，老师尹大夫，我现在都快成小白兔了我为什么还这样呢？对，这听着确实让人挺心疼的，也挺冤枉的，是的，对吧？那依您看他这个问题出在哪里了呢？其实我们一般认为问题是出在3个方面
我们把它呢称为是隐形的五味失衡。第一个隐形的是甘味过载，来自于精细的一个粮食，因为我们看似一碗清淡的白粥一碗清白的一个白米饭，在中医五味里中属于是甘味，但它们太容易消化吸收了，我们吃进去之后呢，在人体内会迅速的转化为水谷精微，但这个个体需要更大的能量，这样的一个大量的一个功能，或是来运化它。久而久之脾脏的负担过量，变得是疲累或者是劳累，而运化水湿的能力呢就差了，这叫脾虚失控我们湿气聚在一起，就可能变成一个痰湿痰湿阻塞我们的脉络，这是高血压、高血脂这一类疾病的重要病理因素之一你以为稀粥是养胃，而实际上我们身体的感受呢，却是一场需要紧急处理的湿邪的一个冲击。第二点呢是隐形的咸味的暗藏就是咸像那个我们的这个盐一样，藏在不起眼的腌制品当中比如说腌的咸菜这些都有我们中国是个古老的文明古国，大家呢各个地方都有吃咸菜的习惯对，比如说一小块这个豆腐乳，几根酱黄瓜，可能是咸味的一个浓缩包。中医学认为咸味是入肾的，适量的咸味能够软坚散结，但过咸呢则会伤肾过咸它会伤肾。是的适量就可以了，以舒适为度以舒适为度，就是你吃完之后呢我感觉很舒坦就说明呢这是对的。如果吃完之后感觉不舒坦，那么就说明你的身体对你是一个保护作用。咱们中老年朋友确实是就是没事会喜欢吃一点咸的，对，甚至于在这个东北家庭上面，就是顿顿餐桌上它不离咸菜。是的我们都一样对，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方式明白。因为我们认为适量的咸呢能够软坚散结，但过量的咸则就会伤我们身体的根本称之为是肾脏。同时呢也会影响心血和血脉，过量的钠的摄入都会导致我们心脏的一个不适，甚至呢会导致一个什么？导致我们一个血压的一个升高。因为钠离子一旦进入我们的这个血管之后呢，它会把这个细胞组织液的水分吸入到我们的血管中，导致什么？导致血管是有限的，但是呢液体含量变高了，所以血压会增加。明白了。你看降压药中就有一种什么利尿剂我们称之为利尿降压呋塞米罗内酯或氢氯噻嗪。你看这些呢都是属于利尿降压剂。明白了，其实就是咱们这个观众朋友们平时常吃的这个重盐，它反而它会影响到肾，也是影响到我们这个血压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对吧？是的。